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李小牧。再有2个月啊，就是我来到日本的第35个年头了。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35年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跟现在的日本区别有多大？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初到日本时的经历。我来日本的时候啊，是1988年，当时我27岁，我可以说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自费留学生了。是的，那个时候出国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派的。1988年的2月26号，我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是经香港到达成田机场。在通过机场的检查时，穿着制服的海关女职员问了我一句什么，后来我明白，她可能在问我是否携带了需要报税的物品。但当时我哪里听得懂，稀里糊涂地看着她，笨拙地说了一句事先学会的日语：“你好，こんにちは。”她显然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把护照还给了我，示意让我通过。出了机场后，我在通往各地的众多巴士站牌中，一下子就发现了醒目的“新宿”2个字。对，没错，就是新宿。我来日本后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我现在所生活的地方——新宿。为什么直接到新宿呢？我只是知道，那里是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据说寸土寸金，甚至于在我的脑海里，新宿就代表着日本。另外，我还听说过，新宿有亚洲最大的繁华街道歌舞伎町，而且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80年代末期，在国内经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红灯区的传闻，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很少有人亲身体验过，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于是乎啊，我对这尚未见过的歌舞伎町充满了想象与向往。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正赶着东京下大雪，在此后东京只下过有数的几场大雪，而每当我站在街头仰望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点燃的夜空中飘舞着的雪花时，我总会回想到那个序幕般的夜晚。大巴抵达新宿时啊，已经是傍晚了。下车后，雪一片一片的落在我的身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视线。我首先看到的是新宿中心地带的那些高层建筑区，华东初上，它们在夜色中仿佛通体都镶嵌着闪光的钻石，和我想象当中的一样的美丽。直到那个时候啊，我的感觉才真实起来。我终于来到了日本，我来到了东京。我现在正踏在新宿的土地上，面对着眼前伟岸的高层建筑，我的心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天气很冷，但我却一点感觉不到。我取出一支从中国带来的红双喜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圈在雪中荡漾出别样的花纹。在日本吸的第一支烟的味道都有点特别。我不暇思索地径直向歌舞伎町走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召唤吧。我大踏步前行，甚至还哼起了小曲。不过拖着这一大堆行李在积雪中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到行李啊，那个时候初来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怕日本物价太贵，会尽可能的携带生活器具。在我的旅行箱里，甚至有一套硬塞进来的被子，有一些够我吃上一阵子的各种食品，
如干鱼、干肉、香菇等等。此外，还有大米和菜刀。当然，我还没忘记带上一瓶自己爱吃的臭豆腐。后来我遇到的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一食物的臭味都退避三舍，但对我而言，它的味道确实要胜过日本类似的传统食品，那都真的是闻上去臭，吃起来香。只要有了它，我就不愁吃不下饭了。现在新一代留学生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或是难以置信，但对于我们早期出国的自费留学生来说，那是很多人共有的经历。拖着沉重的箱子，我终于来到了歌舞伎町。从经过大街跨入歌舞伎町的一瞬间，我幸福的全身竖起了鸡皮疙瘩。迎接我的是满眼的霓虹灯广告牌，他们没有任何规则，没有秩序，不受任何约束，也不加选择的充斥在大街小巷。他们一下子跳入，便占据了我的视野。我甚至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晕眩。尽管我此前在深圳或者是香港也看到过一些热闹的街道，在电视上也见过许多灯红酒绿的场景，但此时此刻，眼前的这条大街和我如此之近，它那么充满诱惑的特殊魅力的刺激，充斥了我的感官，令我陶醉。伴随着视觉上的应接不暇，两旁林立的店门里还播放着高音量的广告，震动着我的耳朵。尽管当时我不明白它的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是提供电话聊天的广告。这种电话里聊天也是日本色情业的一个独特的类型。男人们交了钱就可以拨打电话和另一端的女人聊天，如果谈得投机，还可以约对方出来见面。而那些女人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下班的职员，以及寂寞的家庭主妇，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环顾着那些闪亮的招牌，从间或出现的汉字中大概能猜出来，那里是居酒屋，那里是麻将馆。当然，最无需语言说明的是风俗店。日里风俗业的意思就是色情业。这些风俗店就直接把广告牌竖立在路边，上面贴着大幅的全裸女人的照片。当这样露骨的广告出于眼帘时，我彻底惊呆了。这可是在大街上。我一边满怀顾虑地小心审视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偷偷地凝视着那个淫秽的广告招牌。街上行人的衣着和身姿也同样让我感到了某种冲击。我在国内的时候就一直对时装很感兴趣，这次来日本留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学习时装设计。深圳在中国时装业也算是超前的城市，但我还是没想到深圳与东京的差距居然是如此之大。东京号称东方的时尚之都，果然名不虚传。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些身穿宽松西装制服，外面套着黑呢大衣的年轻男子，他们矗立在街头，有时朝某个行人走过去说着什么，我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纳客的。东京的女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你靠近他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当中好像并没有几个真正漂亮的，但是呢，他们身上穿着还是最新款式的时装，脸上也精心化过妆，与同年代的中国女子相比还是有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我当时看来，许多人都是那么的性感漂亮。就凭这初次见面，我竟似乎彻底的喜欢上了这块土地。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歌舞伎町这颗毒化的俘虏。花虽毒，但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妖艳之美。是的，美丽，甚至是极度的奢靡土匪的美丽，让我惊心动魄啊！
在这之前，我一直听说过歌舞伎町是个可怕的地方，到现在我也体会到了它神秘的魅力，令我全身的神经为之兴奋不已。不过啊，那时的我还没有想到，我后来的人生竟然和这条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在歌舞伎町逛荡了整整的2个小时，才打电话给住在东京的朋友，向他打听怎样可以找到暂住的地方。说是朋友，其实也没见过几面，只是我在深圳做中介的时候送到日本的留学生。是的，没错，我来日本之前还做过留学中介。这段经历啊，我们以后再聊啊。朋友迅速赶来，寒暄了一番之后，非常抱歉地告诉我，他的房间并不宽敞，不方便让我去住，但是呢，可以带我去一个既便宜又舒适的地方。从歌舞伎町走出去没多远，我看到周围到处是一些醒目的大招牌，每个招牌下面都有一座4、5层左右的建筑。我认得有的招牌上写的就是英语的旅馆 hotel。 朋友在一个旅馆门前停下来，带我进去。他在门口的小窗子和那里面的人说了点什么，然后呢，很快就拿着钥匙过来。我还记得那晚的房费是6000日元。和朋友道别后，我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开了灯，发现墙上贴满了粉红色的墙纸，在灯光下有种浪漫的意境。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这么好，我兴冲冲的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突然在床头发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那个小纸袋。我好奇的这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就撕开了封口，里面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小塑料袋。我把它翻过来一看，透明的一面告诉了我，这是一只避孕套。我把这东西拿在手里捏着，感觉里面滑滑的，心里想，日本人变态啊，旅馆里还放这个。我马上有了更大的发现，那是在一个角落的小柜子里面，表面是透明的玻璃窗，我看到最上面的一层有个粉红色的塑料东西，看形状分明是男人的那个生殖器，后面还连着一根电线和遥控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玩意，除了新奇有点恶心。我这时觉得这家旅馆有点古怪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日本的情人旅馆 Love Hotel。 当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脱了衣服就去洗澡。洗完澡躺在床上打开了电视，电视里面每个频道都是我不懂的日语。突然画面上出现了一对男女在做爱的情景，我拿着遥控器的手僵在那里了。男的是个黑人，女的应该是个日本人，不但发出大声的呻吟，更奇怪的是，他们的敏感部位被打上了马赛克。我呆呆地看着，身体一下子热了起来，但很快由于长途跋涉的疲劳、劳累、肉体疲劳以及高度紧张的精神疲劳，一股强烈的困意向我袭来。我不管3七21，关掉电视，边头就睡了，很快就死死的睡了过去。第二天我去了位于高田马场的日语学校，办好了入学手续，交了3个月总共18万日元的学费。接下来便是马不停蹄的寻找长期住所。起初我和别的中国人住在新井药师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合租的一间房，5个人住在一间8张榻榻米的那么大的房间，大概也就是12平米左右的房，每个人房租平均是5万。后来由于1个月后留在深圳的妻子呢也要来日本，所以呢我住了1周便搬走了。就算中国人对挤在一个小小空间里早已习以为常，但我们夫妻俩还是很难接受与4个外人共处一室。
我决定找一间学校附近的房子，价钱当然是越便宜越好。有一处是房租36,000日元，面积是为6帖，不带浴室的。对于6帖，当时我没有太清楚的概念。至于没有浴室，也可以到附近的钱汤，也就是公共浴室的里面去洗澡。我看看这差不多就是最便宜的价位，就答应了下来。以日语学校校长做保证人，签了合约。起初我还以为3万6是1年的房费，当知道这只是1个月的房费时，我眼前还是出现了一片暗淡。还远远不止这些，签约时还要一次交清相当于3个月房费的押金和礼金。押金据说在我搬走时还可以返还，而礼金是无偿还给房东的贡品。收，几个月的房租就这样交出去了，我的情绪简直跌到了冰点。就这样，我从中国带来的全部财产，将近50万日元，在顷刻之间就这样消失殆尽了。按照当时的汇率，50万日元差不多是近2万人民币，放在国内那也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那时候的人们的工资也就每个月300-400块钱，有的还更少。看着见底的钱包，我越发忐忑不安。我知道为了继续生活下去，我必须找一份工作啊。为了赚钱，我做过很多的工作，包括在情人旅馆里打过工，还有和日本料理店和搬家公司等等，甚至还在人妖店俱乐部当过服务员。这些经历我将在下期节目跟大家慢慢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还有评论。我是李小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